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你的白痴毛。说起音游啊，相信很多小伙伴会会心一笑，毕竟腾讯的节奏大师曾经火遍大江南北，还有一系列初音神教、拉拉神教的音游深入人心。但与此同时，说起音游，很多小伙伴呢也会陌生到一脸懵逼，毕竟音游太过硬核，只有大魔法师级别的麒麟臂才能驾驭住高难度曲目。看着视频里的大神指尖纷飞，完美 combo， 但每当自己玩起来时，却只有手忙脚乱、瞻前顾后、抓耳挠腮，宛若一个残疾人。很少有人能如抖 M 一般坚持玩下去，这也就导致了音游逐渐成为了硬核小众的代名词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就要讲一家与音游有关的公司，也是少有的口碑极其优秀的国产游戏公司。没错，它就是雷亚 REAC。雷亚是台湾的一家游戏公司，英文名叫 REAC， 瑞呢是光的意思， Arc 是方舟的意思。从这么一个起名就看得出来啊，他们的野心和自信，他们是要成为光的男人，是要成为游戏行业的方舟。2011年9月，雷亚呢在台湾台北成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团队只有6个人，老大叫游明阳。他们的第一款游戏准备做一个音游。为什么选择做小众硬核的音游，而不是一些受众更大、市场更成熟的游戏呢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的价值观，想要做自己喜欢的游戏，同时让世界因为雷亚而产生一点改变。这句话的理解呢，高大上一点是我想要改变世界，通俗易懂一点呢，就是老子就是想做音游，你管我。其实雷亚做音游啊，也是有人很深刻的准备和考量的。他们在成立雷亚之前就曾经做过音游，不过是街机平台，叫 SEA， 是团队的第一款游戏。这款游戏当时的设计还有点稚嫩，而且美术资源很简陋，因为当时的团队里根本没有美术，全部都是程序员和策划。游戏创新的采用了扫描线的玩法，即屏幕上会出现小圆圈，而当扫描线扫到圆圈的时刻，用手戳破圆圈形成 combo。他们当时觉得这个玩法很厉害啊，很创新，但没想到同期发布的 DJ Max Technica竟然做了一样的扫描线玩法，撞车了。DJ Max 呢是知名的经典 IP 了，就像上月前线也曾和他们联动过活动。面对这么一个知名大厂，很多玩家呢就自然而然的认为雷亚的 SEA 是抄袭玩法，再加上他们的美术还很烂，所以呢游戏惨败。雷亚的开头可以说并不幸运，屡屡受挫。但他们充分贯彻了铁头娃的方针，头铁的继续成立了雷亚公司，并且头铁的继续制作音游，也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 Cytus。当年做 SEA 的时候，雷亚他们觉得那些很商业的元素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这个概念很酷，大家一定会买我的账，而忽略了包装产品的重要性。经历了惨败之后，他们吸取了教训，这一次精心挑选了美术设计师，确定了主要的美术风格，并且不断钻研改进音乐的品质。从一开始自己编曲，到后来听取玩家的意见，开始和越来越多的专业编曲作曲家接触，渐渐地理解了日韩音乐游戏的深度。他们也给自己的 Cytus 立下了目标，要做到同样的深度，甚至要超越他们。在日韩，音乐游戏的风气很盛，他们有着很深厚的音乐游戏的底蕴，所以绝对不能跟他们硬刚，不一定要有跟对方一样绚丽的开场或者动画。雷亚呢，决定往独特的方向发展，就是小而美，小而精致。于是 Cytus 没有选择美式音乐游戏的写实舞台效果、灯光四射，或者日本韩国的 ACG 风格，而是选择了独具一格的简约路线。Cytus 是开发团队在不同方向下妥协出来的结果。他们在开发途中做了很多的取舍，他们没有大厂那种硬刚音乐专辑的能力和资金，于是他们选择了剑走偏锋，偏重于故事和叙事，希望这个画面、这个音乐是有故事性的。于是发展出了类似剪影的美术风格，只要再加上一点点颜色，就能带出画龙点睛的效果。更直观一点的说呢，就是每一张游戏内的截图都可以像一张精美的插画一样，从界面设计到插图图示，每个选单、每个画面都是非常高要求的，尝试了非常多的版本和样式。例如游戏中的暂停画面，以侧栏形式呢虽然好看，但在 iPhone 上手指非常容易误触，于是在后来的开发版本中就改成了放在底下的形式。又例如游戏锁定了屏幕转向，不能自由转屏幕，这是因为 iPhone 的耳机孔在左手上方，如果是一般游戏的惯例，Home 键在左手，插耳机在手上玩的时候，耳机插头就会卡在左手的手心，这样玩起来就很不舒服。而 iPod 的耳机孔在机身下方，所以屏幕的方向就刚好反过来。大家会以为我们忘了，其实我们是有思考过、刻意固定的。音游虽然小众，但也意味着核心玩家群体会比较忠诚，即使是新厂商、新游戏，如果做得好，也容易做到口口相传的爆炸效果。Cytus 为了抓住这一部分核心玩家，就选择了以这类玩家最熟悉的电子舞曲的曲风为主，并且对于作曲的旋律和氛围深入钻研。
就比如他们的开头曲目，因为 Cytus 是以科技感为主的，人与机械的结合，于是音乐里呢就用到了孩子的笑声、车子开过去的声音等等，将现实环境融入，并且传统弦乐器与新兴的电子乐器相结合，创造了科技与真实融合的迷幻的感觉啊。虽然开始画面很多玩家2秒就跳过了，但这种精益求精的细节追求也注定了雷亚的成功。除了精美的画面和音乐表现以外， Cytus 最为吸引人的点就是精心设计的剧情框架。没错，虽然是音游，但我们依然有很棒的背景故事。 Cytus 的背景设定在未来，人类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疾病，即将灭亡。为了将文明传承下去，就把人的记忆转移到了不死的机器人手中。但是成为了机器人之后呢，所有的感情都会慢慢流逝，所以他们就需要来到一个用音乐制成的记忆房间，体验着一个个梦境，让自己相信自己还拥有着灵魂。而这一个个梦境在 Cytus 里就是一个个精美的主线和支线剧情。每当玩到手指酸痛，想一想还有着新的线索、新的故事等待着自己去拼凑、去发掘，就又莫名生出了玩下去的动力。2012年1月12日 Cytus 全球发布，出色的游戏品质让其获得了超过110个国家的音乐游戏排行榜第1名，更是成为了 iOS 首页推荐的常客。而这个时候整个团队才只有16人。另外据老大尤米扬说，游戏的宣传费用呢连1000美元都不到。 Cytus 的成功让雷亚赚了个盆满钵满，但与此同时，由于游戏是付费买断制，类似单机游戏就出现了盗版横行的状况。为了解决盗版问题，雷亚很机智地推出了100万下载计划，即每达成10万付费下载，就在3个月内免费，注意是免费啊，开放一个新章节，包含10首乐曲，直到达成100万下载。从计划实施到完成，游戏的歌曲数量从15首激增到了180首，而游戏的定价却依然保持在12元，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。对于喜欢音游的玩家来说，非常的良心。在 Cytus 一发入魂崛起之后，雷亚有了充足的资本，但他们并没有膨胀，反而继续精益求精，做出了风评更佳的 demo。古树旋律风靡全球，甚至连你的名字里男主的手机都装了这个游戏。Demo 又是怎样一个游戏呢？雷亚后续的蓝空、巨爆、Cytus 2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？其实本来呢我是想放在一起讲的，毕竟国庆节割了，算是给大家的补偿。但最近生病了，而且游戏制作和同人本呢也到了比较关键的阶段，事情太多，搞得焦头烂额，实在是没法写完半个小时的文案啊，所以呢只好断一下。在这里呢也给大家道一个歉。希望大家能不计前嫌。另外呢，我也厚颜无耻的再跟大家求一下点赞和收藏，感谢各位能耐下心来看到这里，我们下周3不见不散。极点工作室，每一个极致的创意都值得被点亮。